哇塞，中彩票了，请我在这儿吃饭。这不是我订的，是明玉男朋友订的。她男朋友请咱们干嘛？哎，你们怎么在啊？啊，郭凯没告诉你吗？郭凯，他就说今天得多谢庄远了。明宇，我知道黄英子、庄远，还有蒋毅，他们是你最好的朋友。我也是小地方来的，在老家呢，也有这样的发小。但是我来了江州，就和他们断了联系。庄远，你也可以先跟我们说一声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是这样的，之前我做错事，惹明宇不高兴了。以后你们监督，我再也不会惹明宇生气了。好了，大家都到了，咱们坐下点菜吧。明宇，我知道你从来不喜欢地下恋情，你想要一场光明正大的恋爱，是我让你受委屈了。我还有一句话想对你说。明宇，你一直是我最好的战友，最亲密的恋人。我想和你一起经营一家名为家庭的公司，做你一辈子的合伙人。你愿意吗？你要是不答应，我就一直跪着了。这人也太不讲武德了，说是帮你忙，其实是卖了个人情，然后把我们当成免费的气氛组。我也没想到，他帮我是为了让我们来当他求婚的观众。都说当众求婚是一种道德绑架，不光是被求婚者被绑架，也绑架了我们观众。那我还算是个合格的观众吧？没事儿，你跟我们俩也不用藏着掖着。你要是想喝，我们俩就陪你；想哭，我们俩肩膀给你靠。都30岁的人了，还哭什么呀？其实从毕业那天开始，我就已经想到会有这么一天。我就一直在心里告诉自己，其实做朋友挺好的，没有开始就不会结束。如果有一天他真的结婚了，如果他幸福，你就该为他开心。
但真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无论之前在心里演练过多少遍，我就是开心不起来。你怎么知道明宇是真的幸福？他眼神里的东西骗不了人。也许他把自己都骗了呢。明宇，明宇，你在家吗？明宇，明宇。明宇，明宇，明宇，你在家吗？明宇，电话还没打通吗？对，他不可能这么长时间关机的。明宇，张明宇，张明宇，如果你在家的话，你至少出来让我们看你一下，让我们放心，行吗？明宇，明宇。明宇，你忍着点儿，可能有点疼。真要去啊？当然，都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吧？走。郭凯，你们有预约吗？打人需要预约吗？你算什么东西啊你！欺负明宇，你死家的，我打死你！快报警！你报啊，我还想报呢！要警察抓你，你干嘛？
三个没事吧？我们没事儿，感觉他们比我们严重。咱们比小生能打呢。这是咱们第2次上警车了吧？这都要进派出所了，你还挺开心？咱们这不是打赢了吗？哎，要不然咱们合个影呗？这造型都挺炫酷的。哎，老实点，手机收起。明白。开个玩笑，警察同志，不能拍照，都懂。走吧。彭总，您找我？进来，坐啊。公司对你1年工作内容的审核已经完成了，我们都觉得你做得很好。只是有人会担心，因为你一直负责人力部门，是不是对公司的业务线不太熟悉？我觉得提出这种担心的同事可能不了解我的履历。我一进公司就是在业务部门，做了4年才转的人力，有一定基础。太好了，业务、人事管理，你都有所涉及。我就说嘛，你是这次副总职位的最佳人选。是不是还有另外的人选？对，另外一个人选是采购部的郭凯。其他几个高层可能认为郭凯的业务经验更加丰富，但我还是对你有信心，所以我就说服他们，让你们俩进行一次公开的述职。明白。所以这次擂台赛，就是你跟郭凯的2进1。没想到吧？票务竟然是方经理一路杀。不是还没出结果吗？你这消息准确吗？我觉得吧，就不是。方经理虽然人品是能带一些，但工作能力没有问题啊。可我觉得郭经理也不是那么容易被打败的。公司谁不知道，他盯这个位置已经盯了很久。哎呀，那就等着看好戏吧。明宇，答应了这么久，怎么今天想起为我下厨啊？这不是跟你求婚了吗？当然得加倍对你好。是要对我好，还是怕我跟你竞争啊？当然不是了，我只是觉得我们是一家人，没必要内斗。这怎么能是内斗呢？顾凯，我一直真心希望你好，希望你能拿到副总这个位置，这是我们一直的目标。但是现在我也多了这么一个机会，你就不希望我也争取一下吗？当然希望，只是我们俩之间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个最优的方案呢？现在人选只有我们2个，无论公司最后用谁，不都是最优方案吗？哎，那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现在被全公司的人盯着，你就不害怕我们的关系被人发现吗？那就公开啊！我们给彼此一次机会，公开述职，赢的人拿到这个职位，输的人辞职。你说过，我们是战友，是伙伴。现在这个局面，不正是考验我们关系的时候吗？来，蜜雨，我想一想，我觉得你刚才
喂，英子。哦，我知道了，我马上到。不好意思啊，我有点急事，我可能陪你吃不了了。哎，静静，你还没走啊？还没吃饭吧？看你一直在忙，也没空吃东西，买了你爱吃的关东煮，还有炒年糕。那你现在是自己做啊，还是在学校食堂吃啊？之前是吃食堂，现在住老蒋家，我那个泡面煮的那叫一个炉火纯青。还煮泡面，在蒋毅家，狗粮就把你喂饱了吧？你知道了？那不然，玲子约会，她的衣服谁给她挑的？口红色号谁给她选？那你又以为以老蒋的性格，这么多年这层窗户纸，是谁撺掇他捅破的？我觉得咱们几个这么多年，活得像在绕圈子。一切都跟小时候一样。我变了，我自己知道。我觉得你没变。展开说说。一样的争强好胜，什么事情都要争第一，哪怕对手是你的未婚夫。那是。换了是谁，我都不愿意服输。只要你想去拼的事儿，就一定能做到。我相信你这次述职也一定能成。借你吉言。准备的怎么样？还行。好好发挥。你也是哦。祝咱们好运。各位领导、各位同事，大家好，我是采购部经理郭凯，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让我能够站在这里参加竞选。公司陪着我从一名刚毕业的实习生到现在，见证了我的成长。要做一个有野心、有自驱力的团队，这也是我对自身的要求。4年前，我从业务部门调到人力，这种角色的切换，让我更加全面、更深入地了解了公司，也了解了决定公司未来的核心——我们的人才。只要关乎公司的资产和效益，无论大小，都将会是我的分内之责。人才是一家公司最核心的资产，只有足够的信任感、归属感的员工，才能为我们的公司发挥巨大的价值和能量。我也有自信、有能力成为一名合格的行政副总，继续为公司而战。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二位：晋升必定要面临团队的更迭，那对于原来团队的成员，你们有何计划？当然以公司的利益作为考量，建立一个新的团队。我可能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我觉得人和岗位磨合容易，和人磨合难。如果能力允许的话，我倾向于以前的团队。看来方经理还是个念旧的人啊！今天就到这儿了。最终的结果呢，我们会经过讨论尽快公示。散会。明宇，在忙吗？怎么了？没什么事儿，就是
想你了，来看看你。没有，我就是好奇，打分的事情，分总有给你透露什么吗？没有，结果不是马上就要公布了吗？我想，你不是他推荐的人吗？如果有什么消息，会不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呢？安心等结果吧。现在打听这些小道消息也没什么意义。晚上想吃什么呀？述职结束，终于有时间可以好好吃顿饭了。那我一会儿想想。那你先忙吧，我先走了。你一会儿来找我吗？想吃什么？你是庄园吧？你好，别紧张，坐。我是郭凯，我在明宇家见过你照片。我是明宇的男朋友，不过这事儿得在公司保密，不能让别人知道。能看一下吗？啊。我之前看过你的简历，你的研究方向和我们农业科技部的研究方向是契合的。你要知道，增加一个岗位不容易，好好干。所以是因为您，他们才回头找我的。那你为什么帮我？举手之劳，主要还是因为你的学历和背景够好，不然我再使劲也没用。谢谢你啊。不客气，走了。哦，对了，如果你真的想谢谢我，我确实有个事儿，得求你帮个忙，而且这忙只有你能帮我了。我收到了，全公司高管都收到了。这件事情啊，想压都压不下去。是吗？说的帮这人干嘛呀？就是呀。来了。方经理，冯总让您去他办公室一趟。他有交代是什么事儿吗？没有。公司里有人知道了你怀孕的事情，还查到你在入职前去妇产医院做检查的记录，但这些并不是我跟公司举报的。怀孕并不是你的错，从法律层面上来讲，公司没有权利因为你怀孕就把你解雇。我发现我真的很难理解你，你到底站在哪个立场？希望我能帮到你。邮件里说，是你指导岳彤隐瞒真相，
等正式入职之后再发现怀孕，真的吗？冯总，没有做好背调，是我的失职。但是我确实是事后才知道的。明月，从道德的层面，我不认为你说的这些话有什么问题。年轻的时候，如果我遇到这样的事情，可能也会这么处理。你是人事部经理，人事就要求我们从公司的利益角度出发，去思考问题、处理问题，而不单单是从你个人情感出发。冯总，对不起。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很敏感，当然那个发邮件的人一定是别有用心的。可这件事儿，我可能真帮不了你了。明玉姐，哎，你支持谁呀？什么支持谁？郭凯和我们方经理啊，大家都在打赌，到底谁能拿到副总这个职位。瞎操心，等通知不就好了？刚开始郭凯势在必得，但述职以后，方经理明显压他一头。可是谁知道现在又爆出他帮前同事隐瞒怀孕的事情。谁被帮？王经理啊？那然后呢？很难说，说不定到最后啊，全是一场空。哎，下班了，走了。你这披萨弄得有点东西哈，我吃了以后会不会中毒啊？你放心吧，吃不死你。是吗？那你给我尝尝，我看看什么味道。糊了，那你让我吃，不是毒不死。庄园，蒋毅给咱们烤的披萨，结果全糊了，厉害吗？你就放心吧，我已经点了外卖了，今天晚上必须让你们吃上一口热披萨。不用了，我吃狗粮都吃好了。你怎么了？心事重重的，工作不顺利啊？我有点担心明宇。明宇，明宇怎么了？他被郭凯摆了一道。郭凯，他俩不是两口子吗？史密斯夫妇啊。郭凯可比史密斯无耻多了。现在全公司都在议论明宇。当时求婚的时候，话说的那么好听，现在为了一个职位，翻脸不认人。先别担心了，我们从小认识的方明宇，是不会随便被人欺负的。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很敏感，当然那个发邮件的人一定是别有用心的。明玉姐，对不起，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离职的时候我确实有怀疑过你，所以我才多了个心眼录了音。但是我真的没有想过用这个录音做什么，
直到郭凯找到我。公司呢，我已经给你搞定了，钱我也可以给你，但是我只要一样东西，这样东西对你来说，你给我了没有任何损失。什么东西？你和明宇的聊天记录。那不能给你。对你而言，这可是最有利的选择，你最好按照我说的去做，不然我可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来是想跟你说，郭凯太可怕了，他这个人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感谢各位对我的信任，这是对我之前工作的肯定，也是对我今后工作的鼓励。也许在座各位有的还不太了解我，所以仍然对我抱有怀疑，但是没关系，我会在今后的工作中证明自己。你怎么来了？对不起，打扰大家了，我有一些话想对各位领导说。你的情绪我理解，但我们会议还没开完，你有什么话等开完会再说。老李，不管怎么说，方经理现在还是公司的人事部经理，他有资格参加这次会议。冯总，我今天来不是来听郭凯的任职演讲的，我是来辞职的。关于月童的事情，我也有几句话想对大家说。作为公司的 HR， 我的工作职责就是把一条条的规章制度和一项项的合同条款编织成一张细密的网，以此保障公司的利益不受损。但是在这么多年工作当中，我越来越发现，这张网有时候变得过于理性和无情。从来没有一条法律规定公司因为员工怀孕就可以劝退，而我个人也不觉得一个女性为了一份工作需要隐瞒自己怀孕。月童为了这一份工作而不得不隐瞒自己怀孕的时候，我脑海里第一个本能的念头就是替她网开一面。我可能不适合做一个 HR。方明宇，我也做过 HR。你说的这些情况我完全都能够理解。月童的事儿你处理的是不够恰当，但也暴露出公司制度的缺陷，公司会做出相应的处理。要因为这样的事情而辞职，至于吗？谁会那么冲动啊？我提出辞职，不仅仅因为这一件事。我在咱们公司工作了8年零3个月，我为了追求事业上的成功，失去了一些自我，也失去了光明正大谈恋爱的机会。如果我爱上了一个同事，我就不得不隐瞒。但是今天，我不想再隐瞒了。郭凯，我觉得我们都应该勇敢一点，把这段关系公开。多久了？1年多了。冯总，对不起，身为公司的 HR， 我明知故犯，所以我不得不辞职。对不起。那个各位领导，我觉得我可以解释我们这段关系。
方明玉，你什么意思啊？我说的不够清楚吗？我累了，不想再隐瞒了。你不是不想隐瞒，你就是故意的。没错，我是。你现在怎么目光那么短浅啊？我做这些为了什么呀？还不是为了我们俩吗？郭凯，我们俩到此为止。明月，明宇，明宇，明宇，你没事吧？明宇，没事儿。那你刚才跟郭凯……我说了，我没事儿，别担心。没事就行。那你要有事随时跟我说。庄远，我辞职了。你为什么要辞职啊？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是想换份工作了。先别告诉银子跟蒋毅，我怕他们担心。答应我啊，保密啊。走了。方明宇，方明宇，你给我出来！啊！方明宇，怎么辞职了，连句话都说不了了吗？从什么地方开始说啊？你找岳彤，还是你给全公司发邮件？我那是为了我们未来考虑啊，我们是共同体，别像我们变成那种你死我活的关系吗？嗯？我们真要是共同体，那你现在应该立刻辞职。你说什么？辞职？你好可笑哦！你已经用你那种方式惩罚我了，你还想怎么样？告诉你，要不是因为你一时冲动，让我们所有努力都他妈白费了。我倒是觉得没有白费，至少让我明白，有些垃圾不该清理掉。垃圾？我是垃圾，你是什么呀？哎呀，那个职位就他妈应该是我的。要不是你跟冯国辉的关系，什么都不是。郭凯，你看你现在一副输不起的样子，你平时有多精英，你现在就有多可笑。你一直看低所有人，包括我，但其实你才是最卑劣的那一个。你够了啊！你根本配不上。别说了啊！你也配不上这个职位。你他妈别说了！请你现在离开我家，我让你离开我家。哎呀，不行，我得想办法挽回，我们还有机会。王明月，明月，你知道这个
个职位对我来说有多重要，你是知道的，是不是？我们还有机会挽回的。你放开我！你放开我！现在就给冯火辉打电话，你跟他说，当时你在公司都是胡言乱语，你压力太大了，所以你得了妄想症，所以你把所有脏水都泼在我身上。没关系的，我可以接受，我可以给你开医学证明。我让你放开我！玉，我都能接受你给他打电话吧。你放开我！我不打。你不走，我走。我提出辞职，不仅仅因为这一件事。郭凯，我觉得我们都应该勇敢一点，把这段关系公开。庄园讲义，你们先把这些东西扔楼下去吧。哦，好。那你看着他点。这些年，我一门心思想着往高处走，时间和精力全花在工作上了，就连谈恋爱也是权衡利弊的选择。结果到头来，一场空。空了挺好啊，空了意味着告别过去，重新开始了。你上一次靠在我肩膀上的时候，还是高2期末考试。那一次你考砸了，靠在我肩膀上哭。那个时候少考了10分就能大哭一场，现在想想算什么呀？长大了才知道，有些事情搞砸了就是搞砸了。胡说！你才没搞砸呢。你要是说比搞砸的话，肯定我能赢过你啊。从小到大我搞砸了那么多事情，但是你看我现在不是照样好好的吗？你知道吗？我那个时候就讨厌你这一点，想一出是一出，总是爱闯祸，但是成天都乐呵呵的，没心没肺。我还讨厌你呢，你成绩好又聪明，做每件事情都清清楚楚的。我妈总把你当成榜样，天天数落我呢。虽然你老是搞砸事儿，但是大家还是很喜欢你，你人缘永远都比我好。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你破天荒的考了全班前10，大伙摆了一大桌饭帮你庆祝，但是没人记得我那次考了全班第1。这几年我们不联系了，我变得越来越怂。但是我经常会想到你，如果当时我要是没和你吵架，没闹掰，现在的我会不会不一样？别人往我身上泼水的时候，如果你在，我会不会泼回去？后来我慢慢明白，我是真的喜欢那个时候的。跟你说个秘密啊，那些在公司欺负你的同事，后来被我给泼回去了。真的？那当然，我是谁呀？航天城黄飞鸿的后代，黄银子。
你回来。差不多了吧？哎呀，再等会儿吧，姐聊呢。一菲，这几天发生了一件大事儿，我迫不及待想要告诉你，你绝对不会想到，我们几个人竟然又进了派出所。你能想象庄远和明宇跟人打架的样子吗？蒋一和我脸上也挂了彩。明宇呢，也终于认清了那个虚伪的男友，让他受到了应有的法律惩罚。你给丁野做那专访，今天可是在我朋友圈里面刷屏啊。你看了？写的挺不错的。可是你为什么给他写那个就那么好？给我写那蒋爷列传就那样了。哪样啊？就那样呗，写的都是我的囧事。那谁让你小时候总干一些不靠谱的事情啊？那我怎么办？我不管啊，我那好久没更新了，我得要一版新的。去，没时间给你更新。不是哪有一个记者写一半就不写了呀？你要是不会写，可以，我教你，你就把咱们俩怎么在一起的加进去。那我也有想加的东西，加什么？比如你什么时候喜欢的我？我哪记得住啊？咱俩以前天天在一块儿。这么重要的事情你都不记得？别纠结过去了，咱俩现在不是在一起。对了，我一会儿得去趟书店，去筹备一下丁野的读书会。他的读书会为什么要你准备啊？其实这个读书会是我想帮他办的。一是谢谢他配合我采访，二是因为他不是这么多年没出书了吗？状态不太好，身体也不太好。我就是想让他知道，其实他的书还是感动过很多人的，给他一些安慰。那你去吧。等我忙完这段时间，我们一起去旅游，好不好啊？在吗？在干嘛？在忙吗？怎么不回信息啊？老板，海报我已经自己准备好了，您到时候都帮我备一些桌子啊、椅子啊什么的。没问题。不过这小子啊，老是独来独往，你确定
他愿意参加这种活动吗？反正我给他发了邀请函了，具体来不来我也不知道。唉，你说一个读书会，作者不来，多少差那么点意思。不管他来不来，这个读书会我一定得办。一哥，喝咖啡。谢谢啊，没事。一哥，我想申请调组。是发生了什么吗？我这段时间呢，在你这里，我确实学到了很多东西，我真的非常感激你。但是你也知道，这一款游戏的开发期啊，得几年。我是真的希望我第一次做的这个游戏能够发行。什么意思啊？就我最近听到了一些关于您的传言，来忙着。啊。有他们说什么了？那要问问你自己吧，你到底在隐藏什么？不要以为到了一个新公司，曾经的污点就可以一笔勾销。我想，没有人会愿意跟一个抄袭者做游戏。可是我从来没有抄袭过。纸是包不住火的。空中历险的事情，已经人尽皆知了。空中之城是我独立开发的游戏。而空中历险也是借鉴了我的游戏才开发出来的。人家这么大的一个游戏公司，干嘛要抄袭你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开发者的小游戏呢？你一直保密的那个彩蛋，是不是涉及到你抄袭的部分？别血口喷人了，大家都是一个公司的，干嘛要藏着掖着？到了合适的时候，我自然会向公司展示的。好，那我拭目以待。感谢我们的吉他伴奏石小焕。爹爷，爹爷，回来！
这么忽然找来了？担心你呗。不生气了？昨天是我说话太重了，小心眼了，对不起。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不说这个了。你有丁野的消息了吗？我找了一圈，连个人影都没有。我有点担心。担心他想不开啊。你知道了？Chloe 跟我说他正在处理自己的遗产，我大概猜到了。不过你确定他在这儿吗？我跟他打了最后一通电话，我听到了海浪声，所以我想碰碰运气来找一找。那你这不是大海捞针吗？就没点别的线索啊？他给我留下了2本书。这2本。这是什么？走，快走！丁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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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别着急，他也不一定在这儿。我不是让你别来找我吗？你电话里跟我说，遗愿清单完成了，我就以为……你之前不是问我那个清单是不是真的？清单是真的，但不是我。我有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叫施小浩。我喜欢文学，他热爱音乐。我知道，你最好的那个朋友。那现在这个石小焕，他人在哪？他死了。自杀。和他在一起的那段时间，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小焕的音乐很神奇，伴随着他的琴声，我读着自己的小说，那些文字仿佛也会变得更深邃、更悠远。没有他的陪伴，我不可能得到一丁点儿的灵感。你的新小说写的怎么样了？我觉得前3版已经把我的灵感都用完了。我又不想做那种重复自己的人，但我实在不知道该写什么了。人不经历痛苦，就永远看不到真正的自己，更创造不出来更好的作品。要是有一天，我没法再当你的读者了呢？为什么？没什么，就是想出去走走。你走你的呗，走走看看都有好处。你见过蓝眼泪吗？没有那什么。他们说那东西很美，美得不真实。那时候我不知道，原来小焕一直就有严重的抑郁症。那天也跟往常一样，我还是滔滔不绝地谈论着我自己的小说。
小焕就在旁边默默地听着。但后来我才意识到，他是在向我告别。小焕走了，什么都没有留下，只留下了这一张遗愿清单。所以你那个遗愿清单，是你那个朋友的？对，这是我俩小时候开玩笑写的，但讽刺的是，这张玩笑般的清单成为了我和小焕和这个世界唯一的连接。我花了10年完成了清单，我以为我会得到解脱，会有一种满足感。但我刚才站在海里，望着大海，想着小焕，我只感到空虚，绝望的空虚。我该如何面对今后的生活？我还能面对，我还要面对。要不我就跟小焕一样一死了之，一了百了，反正这个世界也没什么值得留恋的。但我不敢。听你说完，不知道为什么你的感受我可以理解，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有经历过似的。行了，反正试也试过了，咱就别折腾了。我那意思是，如果你那朋友还活在世上的话，他肯定不希望你这样，他肯定希望你能活得高高兴兴的，带着他那一份义气，尽兴的活。没错，你朋友肯定不希望看到你现在这么消沉，他一定希望能够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没有读者，作者就没有意义。你怎么没有读者？你有很多你作品的忠实读者，我就是其中一个。还有他也是你的读者。丁爷，你有没有想过，小欢一直想把你从黑暗之中拉出来，所以才有那份遗愿清单。我刚认识你的时候，脸黑得像一张扑克牌似的。但是后来我们去玩过山车、海洋馆，还有看日出，我可以看到你内心的开心。我想这就是那份遗愿清单的意义。就是你看看，这日落多美啊，是吧？是啊，日落跟日出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但它们都很美。讯息每晚都在变化，可是并没有任何指示能让鲁东再次找到张凡。跑步不是为了寻找，因为鲁东并没有方向。走吧。去哪儿？谢谢你们。今天你们的突然出现，让我发现，在这个世界上还是会有人在乎。
要我说，这世界还是很美好的嘛，有这么多美食值得我们去发掘，还有这么多新朋友值得去交，不是吗？新朋友说的是你吧？难道不可以吗？其实你也不用谢谢我，我们两个算是扯平了。我高中最低谷的时候，是你给我回了封信鼓励我，我也就做了跟你同样的事情而已。我之前不就跟你说了吗？那封信真不是我写的。明白？你觉得那时候自己写的信比较恶心，现在不想承认是不是？不提了，不提了。不是，那时候给我写信的人太多了，我又不认识你，怎么会特地给你回信呢？不是你写的，那是谁写的？谁知道呢？可能是你的某个仰慕者。那时候喜欢我的人，刘晓星、周保明，还有一个就是你啊。那封信是你写的啊？不是，怎么可能是我写的？行了，别秀恩爱了好吗？你接下来打算做什么？没想好呢，可能书写我新的故事。那可以透露一下吗，大作家？还没想好，但你愿意做我的第一个读者？没问题。一言为定。一言为定。干了。江先生，您的快递。谢谢啊。不客气。一菲，很久没有你的来信了，你一切都好吗？我很想你，也很担心你。这几天发生了一些事儿，我不想再用邮件的方式讲给你了。如果你方便，我这周就飞过去找你，让我当面跟你说，好吗？抱歉，莹子，演出实在是太忙了，明天又要飞到苏黎世演出了，恐怕赶不上和你会面了。不过听说那里的雪山很美，我可以帮你看看。周末就是你的生日了，我的祝福一定会到达你身边。还记得我们30岁的约定吗？